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樱桃跟塔罗占卜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啊，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这一次的占卜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你近期将会发生的逆风翻盘，还有低谷反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好，那这一次的占卜啊，也是3个选项。那现在让我们一张一张的来看，这边是我们的选项1，选项2，选项3。好，那这一边呢，就是这一次的3个选项。那大家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选择好之后，我们的占卜就要开始咯。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咨商现在已经全面开放预约了。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我会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1组的朋友。那选择到第1组的你呀，你将会经历到什么样的低谷反弹呢？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它传达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请你一定要坚守住自己给予自己的承诺，你要坚守住自己对于自己的决定。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我看到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其实你是一个很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的人，你会对自己有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认识，你也会知道自己的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所以你的人生必须由你自己来规划，必须由你自己来走，必须由你自己来整理。只要是别人给予你的规划，告诉你的建议，或者是别人给予你的计划，你其实都会很清楚的知道。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你们都会很清楚的知道，别人所觉得好的事情，很多的机会下很大的几率是不属于你的。因为这张牌卡在这一边的话，我能看得到你的特别，就是你的特殊性你是一个外在很坚强的人，外在很坚定的人，但是其实你的内心里面有一些很温暖的地方，有一些我感觉上面会比较像是心软会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有的时候别人说了一些话，然后你明明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太适合自己，又或者是这么做的话有点违背到你的意思，但是你心里面会有点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有点心软，又或者是会觉得说哇好如果我不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话，他会不会伤心，会不会难过，可能会出现像这样子的心情。所以这张牌卡在这边它真的是传达出一个很明确的讯息，你的人生应该由你自己来做决定。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这张牌卡它其实也告诉了我，你目前可能人生是处于一个比较低谷一点的状态，又或者是比较低谷一点的一个情境。而如果说我讲到这一边，无论说你现在是觉得很困惑迷失，又或者是在低谷想要找到一个属于你的路径，重新的回到正确的轨道，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张牌卡都告诉我是一个很明确很清晰的讯息，你必须由你自己来做决定，只有你自己才会知道你要如何的爬回属于你的轨迹，你要如何的让自己的长处或者是说让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这所有的一切必须来自于你自己本身，你自己的个人，你对于你自己的想法，你对于你自己的理解，还有你对于你自己的坚定。如果这一系列的，就比方说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想要从这个低谷爬回来，这一个人生的规划是，如果是来自于别人的话，你会走很多的弯路。你会发现的是你绕了一圈，然后回到起点，还是要你自己规划，还是只有你最懂你自己。所以
我觉得这张牌卡在这边就会告诉你的是，别人的建议很棒很好，听一下就好。你要如何的找回你自己，你要如何的确认你自己，这个部分还是要让你自己来。好，这个就是你所选择到的牌卡。我们把这个放在一边。我们家的猫今天又来了。我们接下来继续的来抽取塔罗。我们这一边会看到的是，你要关注在你的眼前。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我有一种感觉是，你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我们这么样子来讲，我能看到你现在是一个比较慌张的感觉，真的有一点像是我们所说的病急乱投医的这种状况。睡觉睡不好，吃饭吃不好，然后呢，你很想要从这一个状态里面解脱出来，很想要从这一个情境里面可以走出来。首先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事件，所有的环境上面的改变和变化都是需要时间的。而对于你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请你一定要接收，请你一定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我知道我已经找不到用什么样的言辞来表达。首先第一点是，你的机会不在外面，你的机会在你自己的手上。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对自己是很清楚的，然后你对自己是很理解的，你对自己是很明白的，你的优势是什么，你的缺陷是什么，你要如何的去补自己的缺点，如何的要发扬，如何的让自己的优势更加可以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会是你现在要去做的功课。而我们为什么在讲说你的资源不在外面呢？我看到的这一边你其实会有一点想要向外的寻找，又或者是说你会去问很多人的建议，然后你会去问很多人的想法，然后你会希望在别人的事情上面，或者是说别人的言语里面去寻找你认为对于你来说有帮助的答案。而我们牌面上面也会看到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是，这一些答案你到了最后都会让你感觉到是失望的，到了最后都会让你感觉到的是，这些事情你可以去做尝试，但是你慢慢就会觉得说，这个事情都不是属于自己的，不是属于你本身的。这个就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一张牌卡，它就是告诉你，你必须要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而这一个摸索出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路，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告诉你你要去做什么，而是你要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在的去做这一个尝试。所以我们的牌面上面一开始我们就有提到的是，现在必须要去做的就是 focus 在你的当下。我现在要花一些时间在我自己的身上，我需要更多独处的时间，独处的时间是来帮助你来看懂你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或者是说你的比较弱的地方是在哪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这边的话就像我们前面一开始所说的，真的是病急乱投医。我感觉到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如果说我讲到这一边你都觉得是很对应到的话，我相信你内心其实是很着急的，因为现在整个处境或者是说现在整个状态对于你来说是很不舒适的，情感上面的压力是很大的，就是自己的这种就我们开始所说的睡不好觉，吃不好饭，然后每天起来的话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很想要从这个环境里面脱离出来，很想要从这个环境里面挣扎出来，然后又没有办法静下心，没有办法沉淀下来，所以你看不到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你就不知道要如何的朝着那个方向去走。所以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会有种感觉是你很忙碌，因为你想要找到，就是你的思绪上面来说的话，没有休息的时候，也没有暂停的时候，从你眼睛一睁开，整个人就处于一种超级的，怎么说呢，没有办法休息，超级的就是这边也做一下尝试，那边也做一下尝试。我们很直接的告诉你，如果说你在这种情境下面的话，你很大的可能是在浪费时间，
相信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自己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每天在做的事情好像没有任何的进展，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所以我们才会回到一开始所说的，你所抽到的这张牌卡，你所抽到的这一张牌卡是所有的答案，包括你任何你想要知道的答案，任何你想要看到的路，都在你所抽的这张牌卡里面。他会想要告诉你的是，你想要知道的答案，或者是你认为最重要的答案，它其实一直都在。都是在你自己的内在，都是在你自己内心里面，你对于你自己的认知，你对于你自己有多么的了解，你愿意花多长时间来观察你自己，愿意花多少时间来帮助自己来找到这一条路，那么你就可以用多快的时间来达到逆风翻盘，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看到的是，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我觉得你身边可能会有很多的干扰，就是这种干扰它会比较像是大家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去做，而当你对于你自己的了解又不是那么足够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没有选择，你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你只能去做别人所做的尝试，而且你会觉得说他做的这个尝试，他从这个情境里面走出来，那可能这个就是真的有帮助，所以我也要试试看。我们这边会看到一个很明确的讯息你是一个很独特的人，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你是一个我不知道，我觉得你所擅长的事情，首先我会感觉到，我看不到具体是什么样的技能，但是我能感觉到的是，你所擅长的事情其实是很独特的，大多数人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也真的是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我相信你们数量可能也真的不是那么多，就是整体上面看的话因为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你可能在某一个很独特的领域，甚至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领域，你是有一技之长的，而这个事情只有你才能做得到。但是呢，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呢，你好像不太重视你的这一个特殊的技能，又或者是说你不太想要去延续你这一个很特殊的只有你才能知道的，只有你才知道怎么去做的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不想要去延续它呢？是因为这件事情它可能没有办法符合大多数的想法，或者是没有办法去符合大多数人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大多数人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之类的。所以你会有一点想要回到所谓的大众的视野里面，或者是说大众都认可的事情里面。而就是这个想法，它会把你逼到一个角落，它会把你不断的去推入到一个谷底的状态里面。这个是我们牌背上面所看的。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们就是在讲说，你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你必须要找到你自己的路，你必须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方向。而且这一章在这一边，他会想要告诉你的是，你其实是一个很有资源的人。就是你身边首先是一个物质方面的，又或者是一些跟物质相关的资源是可以为你所调动的，是可以被你所分配的，是可以被你所使用的。那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但是我会觉得你现在有一点着急，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因为你想要快速的从这个环境里面脱出来，但是像我们前面也有提到的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它是需要时间的累积，然后它是需要时间的慢慢的叠加才有可能会去实现的。那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比方说你的这一个技能，它会需要磨练，而你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可以有一些容错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有些选择必须要这么去做，如果不去做这个选择的话，或者是在当下没有快速的做出反应的话，好像这个机会就过了。但你现在这个状态是不太一样的，你现在就是找到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路，找到一条属于你自己的技能，属于你的独特的未来。所以这件事情你一旦找到它，你就可以慢慢的去磨，然后慢慢的去成长，因为这个是属于你的方向，属于你的路，属于你的技能，你不需要去赶，
好，你也不需要害怕说会出错，因为这条路你已经找到了，找到了之后，你就可以慢慢的一边看路上的风景，然后一边慢慢的前行。我真的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呢，你们不要着急，特别是不要觉得哇，我现在就要从这个情境里面走出来。当你们找到你们自己本身之后，当你们找到自己的优势，找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属于你的那个独特的技能之后，你之后就开始直接就上了轨迹，直接上了轨道，那个速度就不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其实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是在寻找自我，去定义自己的长处。之后我们就能看到的是，你只要找到了这条路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拿起你的新郎，你就可以走上属于你的路了，就没有那么多需要担心的地方了。我们看现在就是开始启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很明确的讯息。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我会感觉到哇，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真的在一个我看到的你真的在一个很挣扎很纠结的一个时间点。因为我牌面上面会看到的是你可能已经停滞了很长时间，就是你在现在的这个情境里面已经停滞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会很着急为什么会很心急，为什么会想要快速的走出来，是因为你在这个状态里面真的是有点太久。而且我会认为的是有太多的你身边的有太多的杂讯，有太多的事情是让你的内心里面没有办法找到平静，没有办法找到安稳的。你会在不断的在对抗，你的心很累，真的是很累，而且你会遇到很多的一些事情，它跟你的期待会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它会让你的内心产生一种强烈的纠结感。比方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前面有在提到的是你身边会有很多的杂讯，会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来看待这个事情比方说你可以在觉得说这些人他是真的想要过来帮助你，又或者是说这些人他真的是想要过来给你提供建议，但有的时候有一些错误的建议，或者是就是不符合你的状态的一些建议，它有点像是在过来给你添乱。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系列的状态。我也相信我相信你的内心里面会出现那种感受，是我明明是一个这么努力的人，然后我明明是一个这么坚持的人，我明明是一个这么的有能力的人，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做出一些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结果，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得到我努力相对应的付出的回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让你最心累的地方，而且你会发生很多的一些状态是，你会觉得很多事情是做了吃力不讨好的。你明明很努力，明明做了这么多，但是为什么到了最后这个状态就真的是让你觉得整个人好像被拉垮的感觉。如果说我讲到这一边的话，我会感觉到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我觉得你的所有的人生的一切，包括说你的状态，你的身边的环境，然后包括说你自己对于事情的看法，对于事情的理解，所有的一切都即将要改变，因为属于你的时间点要到了，属于你的这一个好的状态要到来了。你接下来会发生的状态，首先我会看到的是，你接下来你的心态上面会出现变化，会出现改变。你的最大的改变是，可能在之前你听到的更多的是别人的想法，别人的建议，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么你会自己做出调整，不一定说是迎合，但是你会想要去尝试别人给予你的建议，别人说好的事情。这个状态它正在慢慢的改变，你会渐渐的开始发现，而且你会
看到的是这个意识会变得越来越强，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我，适合我的别人不一定看得懂，那为什么我要去做别人去做过的事情呢？我觉得这个想法它首先会加强，所以你会有很多 struggle， 这是好的 struggle， 就是好的挣扎，好的对外的抗争的这一系列的行为，这个是好的，因为你开始找到你自己本身。接下来这张牌卡在这边，它会告诉我的是，你接下来会变得很忙碌，因为你有一点是从内至外的在更新的一个状态。慢慢的，你开始会发现说，有些事情你必须要放手。特别是你的不甘心，然后心里面的挣扎，包括说有些事情是你想要所有的人都开心，所有的人都得到满足。总而言之，有一些观念，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执着，你在慢慢的放手。那当你去改变你的想法之后，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属于你的资源，属于你的物质，你就知道要如何的把它利用起来。那代表的是什么？你身边的环境也会出现改变，你身边的环境也会出现本质上面的变化。到了这一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已经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再阻挡你的前行。你有看到这个人生的转变吗？我觉得他会在一种是一种很压抑的状态，从而找回了力量，找回了自己本身的力量，然后重新开始出发的感觉。你会放下很多事情，然后你看这一张，你会放下很多事情，那也代表的是什么？你会看懂很多事情，然后你会开始知道你真正属于哪里，你也真正的会开始知道有什么样的事情对于你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这边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讯息。哇，天哪！我们这边这张牌卡很棒的是，你知道在哪里哈？你接下来不会再去左顾右盼了，你会把你所有的，就是我们先来讲哇，我觉得资讯量超大，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因为我会看到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我们这边直接来讲，我相信，因为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沉淀了很长时间，你在一个这种环境里面，在低谷的这个环境里面已经是很长时间。为什么？其实你一直在重复着同样的 pattern， 重复着同样的行为模式。我们再来把它拆解开，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会有人给你出谋划策，会有人告诉你你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会有人想要让你去走他们走过的路，因为这个是他们所谓成功的路。你会不断的在这一个 pattern 里面翻来覆去。他有可能给你提供建议的人，我们这边直接来说，有可能是你的父母，然后有可能是你很信任的长辈，然后很有可能是你认为很成功的朋友。他们给予你很多的建议，给予你很多的想法，你做了很多的尝试，你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尝试，最后你都回到起点，所以它进入到一个不断循环的一个状态。而且这张牌卡我很直接的告诉你，你以为你是有选择的，但其实由始至终你都是没有选择的。为什么这么样子来讲？因为属于你的路，它从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放在你的眼前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你的特殊的技能，你是谁的这件事情，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选择，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因为这个就是你本身最原始的状态，最本我的状态，你需要的去找到这个状态，找到你的轨迹，而不是去没有目的的做一些尝试。我希望这个部分要把它解释清楚，因为我会看到的是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是带着一种使命感的，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牌卡所告诉我的是，你之前的整个状态说实在的，你有点想要避开你的使命感，你有点就是不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因为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符合到你的期待，还是没有办法符合到你身边人的期待。总而言之，你一直在避免，在避开。但是在近期，可能有些事情发生，也有可能是你内在能量和力量的慢慢的觉醒，让你开始意识到有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避开的，它似乎是一种宿命感，把这个事件带到你的身边，也似乎是你必须要去面对，必须要去经历，对于你来说最为重要的一系列的事情。好，那所以这所有的事情叠加起来，你终于开始懂
你为什么前面经历到这么多都回到起点？为什么前面起起伏伏那么多的纠结，那么多的挣扎，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是因为你没有回到自己的轨迹上，你没有回到自己的轨道上面。这一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的讯息。那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当你开始找到自我本身，当你开始回归到自我本身了之后，你的财富就来了，你的幸福就来了，属于你的美好就来了。因为它有一点像是这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因为你可以感受得到你的内在，你的本我和外在的环境有一个接轨的状态。也就是你之前你可能会感觉到说你自己内在的感受和感觉跟你的外在的环境它不在一个轨迹上面，不在一个轨道上面，所以你总是会有点觉得格格不入。即使是你去做这件事情，你还是会觉得心里面哪里有点不舒服，又或者是说哪里有一点不契合。总而言之，它是一种感受，你说不出来。但是当你找到自己本我，你知道你没得选，你知道这件事情必须是你要去做，你要去完成的时候，你的这一种不舒适感，又或者是说这一种很微妙的这种没有办法接轨的这种感觉，它会慢慢的消失，从而会让你感受到这个就是我的路，这个就是我的未来，这个就是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你可能还是会有担心的地方，你可能还是会有担忧的地方，但是你的直觉在这个时候就会发挥到最重要的作用。所以回到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我会认为我们这边直接来讲，盘面上面告诉我的是，你之所以会沉淀在一个低谷期，没有办法走出来，是因为你一直没有找到那一个你要去的方向，没有办法找到你的路。那现在你为什么可以逆风翻盘，可以从这个低谷反弹回来，是因为当你一旦找到了你的路，你要去的方向，或者是你开始接受了这件事情是你要去的方向，这件事情是你要去做的事情，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它在瞬间就会把你拉回一个，至少是拉回到你的轨迹，然后慢慢的带领着你上升的状态。你看这一张真的是超棒的这一张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张压力很大，又或者是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感觉好像被拉垮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一张牌卡它其实是代表着是希望，代表的是从这个环境里面挣脱出来。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它告诉我一个很明确的讯息，你将会躲过这一个劫难，你将会躲过你目前让你觉得最辛苦最难过的这一个环境。我觉得这所有的事情当你开始正视你自己之后，当你开始了解你自己之后，你真的是会进入到一个超级无敌的状态。因为首先你要知道的是你想要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对于你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什么样的事情在你的人生中是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又有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是可有可无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系列很明确的讯息。这一章我们看到的就是丰盛、丰收、美好。你接下来会是在苦难之后的丰收和丰盛。或许我们这么样子来讲，你目前所经历到的所有的一切，或者是目前所发生在你身上所有的一切，它其实是为了想要让你更加的看清楚，更加的看懂，更加的看明白你的人生的幸福长什么样。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你的心路历程，是你的人生成长，是你的自我觉醒的过程。这一个过程我们直接来说，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这一辈子都能经历到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懂它背后的原因，背后的理由，还有带给你的人生的想法或者人生的理念。但是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是会
看到这所有的一切，看得到背后的意义，看得到背后的价值。为什么？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失去过自我。也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理由，你选择不去看，是不是我们前面就已经在说到，你好像有点去逃避它，或者是不要去直视它。我看不到理由，但是我会感觉到的是，当你经历到所有的一切之后，你的人生最糟糕的时间，最低谷的时间之后，你会开始知道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为你带来丰盛，为你带来美好，为你带来幸福，你会看得更加的清楚。而你反弹的那一刻，就是由你开始做选择的那一个瞬间，那么就是这一张牌卡。而且我们这边所说的做选择不是说我现在我想我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者是我想这件事情应该什么样子，而是你真正的做出选择，你真正的有所行为。我看到的是你要做的是大规模的断舍离，有一些人际关系，又或者是又包括说有可能是你目前的生活的地方，又或者是你的一些包括你自己的生活的理念，包括你自己在人生的整个过程之中，你现在生活环境里面有一些要丢弃的事物，从这一个方面开始，你必须要做出选择。因为你如果不做出选择的话，那就代表着你一直会在目前的状态里面不断的反复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一个 pattern， 反复去，你必须要做的是你要把这一个 loop， 就是不断在循环的这个事情把它给剪断，把它从这一个行为的模式里面要把它分开，也就是在讲说你必须要打破现在的习惯，打破现在的循环，打破现在的你，特别是你认为习以为常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只要你打破，为什么你要去打破？不是说你随机的去打破，而是你会知道什么样的事情对于你来说是重要的，什么样的事情它只会为你带来压力，只会为你带来辛苦，不会为你带来任何的幸福，没有办法为你带来阳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只要你开始有这样的行为，当然所有的一切由你的觉醒开始，从你的觉醒到你做决定，开始有所行动，那么你的阳光就在这里等着你。你的阳光它就会告诉你，你已经回到了属于你的轨迹，你已经回到了属于你的方向，你已经正视你自己，你开始拥抱你自己，不单单只是你想要这么去做，而是你实际行为上面已经开始这么去做。当你这么去做的那一瞬间，这一个世界就是属于你的，这一个舞台就是属于你的，真的是属于你自己的。你不代表任何的人，你也不会成为任何的人，你就是你自己本身，那么你就会为你自己带来逆风翻盘。这一张牌卡在这边，我觉得真的是十分的对应我们前面所说的真实。你要找到的是属于你自己的真实，你最真实的样子，你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然后你想要成为的样子。因为你想要成为的样子，你必须，我觉得它是一个脉络。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你才会知道自己擅长的是什么。如果说你知道了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你才会知道自己之后要如何的把这一个优势发挥出来，如何的借由这个优势去完成你想要的生活的形态和模样。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张牌卡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你们其实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是什么，你们一直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真实是什么。但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在之前可能真的是把所有的一些想法又好，又或者是说把自己的感受又好，我都是关起来的。
我这边还是会看不到说为什么是会关起来，有可能是因为你所身处的环境不允许你表达，不允许你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不允许你做你自己。但是接下来我会认为你会有一个对抗的过程，一方面来说是你自己内心你自己本身的内心与世界的对抗，跟你的环境的对抗，或者是你所在的地方，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你的环境拉着你往前走。之前我看到的是这种情形，而之前你也没想这么多，然后你就跟着这个环境前行。当你走了一段路之后，你才发现不对劲，因为你已经走到了低谷。你要是回来的话，你必须要对抗，必须要抗争，必须要找回自我，必须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真实，必须要找回本我，然后你才有足够的能量，足够的力量，为你自己的人生开启一个新的篇章。这一章我觉得也是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首先这个过程是一个很需要勇气的过程。我相信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自己也是有这样的感觉，你是有这种感受，就是你接下来，我觉得你接下来将会做一个人生很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将会完全的彻底的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对于人生的看法又好，人生的走向又好，它会彻底的改变你对于很多的事情的认知。而这个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它不是一个一夜之间会发生的事情，它会是一个循序渐进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会不断的遇到很多的一些冲击，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在这一个转变的过程之中，那这一些冲击它其实是会让你在当下可能会有点想要退缩，或者是说有点想要改变方向的。这张牌卡会告诉你的是，作为你自己本身，你才是那一个可以鼓励着你前进的人，你才是可以为你自己找到指引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们讲到这一边的话，其实都是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个很强烈的讯息，有些路必须你自己一个人走，可能在这个过程之中会有一些寂寞，可能在这一个过程之中可能会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甚至有的时候它会让你有一种迷失的感觉，但是这一个会是你必须要自我慢慢的一步一步去完成的未来，一步一步从这个情境里面拖出来。因为像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之前所发生的状态是，你可能会需要有所陪伴，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能量不够，你觉得你自己力量不够，然后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就是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本身的话，没有办法从这一个情境里面走出来，所以你会需要别人的帮忙，你会需要有别人的指引，又或者是你会需要别人来为你提供一些方向。但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我觉得牌面上面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讯息，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你要找别人帮忙，到了最后可能只会让场面变得更加的凌乱，或者是让你更加的看不到自己的方向，更加的看不懂自己的未来。但如果说你回到自己本身，自己一个人慢慢的前进，一个人慢慢的寻找你的方向，你会开始发现这个过程虽然很辛苦，你会有很多很多迷失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很多困惑的时候，但是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来帮助你来找回属于你的真相的。你看这一张在这边就是在讲说重新的来找到自我的规律，重新来找到自我的节奏。我真的有一种超强的感觉，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现在的整个状态你现在的整个状况有点像是进入到一个混浊的阶段。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曾经所相信的现在好像不管用了，然后你曾经所
抱有希望的，现在好像没有办法得到你的结果。总而言之，有太多的事情对于你来说是有一种超强的冲击感的，而你现在就会在想说，为什么这些冲击感会出现？我要如何的去挣脱？然后我要如何的从这个情境里面走出来？我觉得这张牌卡就是给了你这样的一个答案，又或者是说这张牌卡就是给了你一个这样的讯息，是因为你必须要重新的找回自己的规律，必须的重新找回自我，找回自我的意识，要重新的拿回自己的一个掌控权。好，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因为我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资讯是有点像是，比方说在之前的环境里面，你的生活的一些规律，生活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说生活的一些态度之类的，它有点像是因为被你的环境所塑造起来的。我们比较直接一点的话，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你的一些认知，然后你对于某些事情的一些看法，是你的环境为你塑造起来的，而不一定是来自于你本身的态度，或者是说你本身的意识。但是当你的内在开始慢慢的觉醒之后，这一些想法，这一些认知，它就是来自于你自我本身，自己内在本身，也就是你开始不太再去在意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态度，对于你来讲已经变得没有那么的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为了谁而活，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形态。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的，重新的找回了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的规律。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一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咨商，现在已经全面开放预约了。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我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二组的朋友。选择到第二组的你啊，这一张牌卡它给到我们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就是施比受来得更加的快乐。这张牌卡在这一边的话，它给到我一个很清晰的画面。无论说你现在的收入是多少，无论说你现在的储蓄是多少，你会需要的是拿一部分出去捐赠给需要的人，或者是你认为需要帮助的人。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它可以帮助你累积到更大的财富。为什么因为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它会告诉我一个很清晰的讯息，是作为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给予这件事情可能会为你带来快乐。一方面它可能是为你带来心灵上面的快乐，心灵上面的满足，还有心灵上面的成就感，这个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一张牌卡我们这边直接来说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有多么的富裕，你没有意识到你有多么的丰盛，你有多么的富有。我们这边所说的丰盛和富有可以是各种各样形态的，有可能你现在就是身处在一个被爱的状态里面，但是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爱的，然后是被关心的，是被包围的。总而言之，这张牌卡第一点我会认为它或许并没有你所想的那么糟糕，就是你身边的环境并没有你所想的这么的糟糕。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你身边有足够的资源，是多到你有足够的资源去照顾身边的人，去帮助身边的人。那么这张牌卡也会在讲说，你会先需要看到你自己的富有，你会先需要看到自己的资源，你才会知道要如何的去利用这些资源，分配这些资源，去给予这一些资源。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所告诉我们的。而且这张牌卡在这边很有趣，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你们或许可以尝试看看，当你们进入到一个
卡关的状态，又或者是说当你们进入到一个要怎么形容呢？就是当你们进入到一种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进行不下去了，被卡死的这种状态的话，你可以尝试的去给予。给予的话，它会让你的当下的状态流动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给予哈，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可能就是捐赠、捐款，又或者是捐赠其他的东西，又或者是就是去帮助身边的人。当你一旦去帮助别人、去给予的时候，你的好运就会激活起来，然后就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当你去做帮助别人这件事情之后，再回来看你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个情形，经历的这一个状态，慢慢的你就会有一种感觉说，你会出现一些新的想法，甚至你会开始发现身边的环境会有些松动，本来已经是卡死的状态，它又再一次的活跃起来，你会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我真的是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开端。就是给予这件事情对于你激活你的新的好运，又或者是说新的惊喜，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你可以尝试看看，或许我也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可能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喜欢帮助别人的人，照顾别人的人。或许你在过往的这种人生经历里面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是我激活好运的一个不错的方式。这个就是你所选择到的牌卡。那我们现在这一边掉出来的一张哈，我会看到的是你们现在是正在一个起航的阶段吗？我觉得你接下来人生是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这边所说的转变我觉得像是怎么说？我觉得像是物理上面的改变，也就是说你有可能你身边的环境开始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比方说你有可能转换你的地理位置，或者是你想要转换你的地理位置，你会想要去新的地方，然后你去新的地方这件事情对于来讲是一个挑战的几个原因首先你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个决定对不对，然后你也很清楚的知道的是，如果你现在想要做这个决定，所有的一切都会重新开始，从零点开始。那么你也会在想的是，我真的是可以做到吗？就是如果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从零来开始的话，我会不会其实是没有能力做到的呢？就是你会有很多的一些想法，然后甚至你也会问自己的是，我有准备好吗？我现在的状态有足够的好吗？我可以应付所有的一切吗？我觉得你的内在的状态其实是一个还蛮复杂的一个状态。因为一方面来讲的话，你很期待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这张牌卡在这边我们就是在讲说它是一个寻找寻找你的新的方向，又或者是说寻找你的新的未来。或许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自己也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你会觉得现在目前的状态应该要做出一些改变，或者是你想要有一些新的人生的经验，或者是你想要有一些新的人生的可能性，你会想要去创造，或者是想要去看到一些新的你没有看过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说去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国家。而这所有的一切它会让你很兴奋，就是 excited 的，就会觉得说哇天哪，这个事情也太有趣了吧，但同时间又会让你觉得说哇天哪，这件事情也太可怕了吧。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它也有点像是宇宙给予你的一个推动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做出改变，你必须要重新的开始规划，必须要重新的一个计划，因为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已经行不通了。比方说你之前在你的目前的这一个生活环境之前来讲是如鱼得水的，就哪怕不是说如鱼得水，你都会觉得没有必要去改变，没有必要去让它
做出一些变化，你甚至可能在之前会觉得好，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安安稳稳的，平平静静的，然后我在这里出生，我在这里成长，我在这里老去，就类似有点像是这种感觉。但是在近期的时候你会开始发现这一个命运的齿轮开始有点转动了。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物理上面，就是你的生活环境上面会出现一些本质上面的改变，或者是说本质上面的变化。它不是那一种，就是它不是那一种那边有个机会，海外有一个机会，问你要不要去抓住它，而是你必须要出去，你必须要出国，你必须要改变你的物理位置，必须要去改变你的物理环境。甚至也没有办法再讲说这个是不是你想要去的，又或者是他跟你接下来你的人生有些什么样的规划你的人生接下来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这所有的一切说实在的，你在当下的这个情境里面都是想不到的，因为你不知道你接下来可能会经历到什么样的事情，你也不知道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事情正在等着你。我感受到的是这样子的一种不安的感觉。甚至我从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是虽然说我们前面在讲的是你可能会觉得很 excited， 就是会觉得哇天哪，这所有的一切也太有趣了吧，新的开始，新的开端。但是慢慢的，当你开始平静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害怕，然后你甚至会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一个 good idea 吗？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想法吗？然后这个真的是一个有机会实现的一些事情嘛。总而言之，这边真的会让我有一种还蛮明确的一个感受，你的心情会是很复杂的。但是呢，现在外在的一些环境的变化呢，又是你不得不去面对的，你必须要去面对，因为它都已经把你推到悬崖边了。这个真的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它也代表的是你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必须要跟你的过往的生活状态，然后过往你所熟悉的所有的一切，你要跟他们说再见，所以你也会有一种失去的感觉，会有一种不舍得的感觉，有一种就是心里面会有一种拉扯或者是难受的这种感觉。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你的人生即将会出现很大的变动，你的人生即将会出现很大的感动，就是改动。你不知道这个改动，至少从现在的这个状态来讲，你不知道这个改动它意味着什么，你也不知道这一个变动它即将会带领你去往哪里。你感觉到不安，你感觉到期待，你又感觉到有一些悲伤，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一张牌卡在这边出现整个局势会出现一系列的改变，或者是说一系列的变化。哇，我们在这一边的话，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人生的齿轮好像现在开始有一种彻底的要转动，但是你不知道这个齿轮它会带往你去往哪里的这一种不安的感受有没有像这样子的感觉我看到这一边我大概有点理解了。我觉得你是有机会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全新的开始，从零开始，但是你不是自己孤独的面对所有的一切。这张牌卡在这边很有趣在这里出现，有可能是一个工作上面的契约，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不由得你来选，就是你必须要走，那个契约就在那边，你没得选，你就必须要过去接受这个契约。如果说你还继续想要在这一个领域，或者是你还想要去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的话，你就必须要接受这一个契约，有机会是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这张牌卡它也是在讲的就是 lovers OK 伴侣情侣人生的伙伴。那很有机会的是你的伙伴有可能是几个方面首先你有可能在近期遇到了你的人生的伴侣，但是他是个外国人他现在要走，所以你跟他一起走，类似于是这种，所以你也没得选的。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说的话呢，有可能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外国人然后跟你在本地认识，因为某些原因某些理由他要离开，
那么你也需要跟着他一起离开。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在离开时候都是两个人开始的。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合作或者是合约的这个部分，你也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都不是一个人在面对着所有的一切，所以你身边是有一个，你可以说他是一个陪伴者，然后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跟你共同去面对的人。好，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说但是你心中会有很多的一些苦楚，或者是说你心中会有一些压力，是你才能感受得到的。你没有办法跟这个人分享，无论说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人生的伴侣、人生伙伴，又或者是合约的关系的公司，你没有办法跟他分享。那为什么没有办法跟他分享呢？我们这边看到的并不是在讲说这一个人他不关心你，并不是在讲说你的这个契约不适合你，都不是在讲这一些事情。他其实是在说的是，有些事情是你个人的感觉，是你个人的感受，是你必须要去承担，然后你必须要去面对的。这种状态会有点像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说成长，在这个内在的成长的过程，然后内在的一个转换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需要身边有个人给予陪伴、给予支持、给予爱之类的，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大多数时候有些事情必须要我们自己去领悟，自己去明白，哪怕是你身边的人给你解释太多，给你说太多，但是只要是你自己没有领悟到，事情还是没有办法转变，还是没有办法产生。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因为对于你来讲，这将会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这张牌卡在这边很重要，因为它会告诉我的是你的身边的环境没有问题。什么意思？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比方说如果今天是一个伴侣或者是就是你的生活伙伴把你带到另外的一个国家，另外的一个地方生活，他对你的照顾，对于你的爱，对于你的疼惜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应当要感受到幸福，因为这个环境对于你来讲是舒适的。那如果我们今天讲到的是事业、工作，像是签合约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的这一个薪资，或者是你满足感，或者是说你内心的这种需求感，所有的一切都是满足的，但是你的内心里面会有纠结，这个也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从零开始的一个状态。会有很多的压力压在你的身上，甚至可能会让你喘不过气，因为你要做一些新的尝试。甚至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你要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要跟你的过去说再见，包括说你的一些习惯，你的一些朋友，你必须要重新的开始出发，重新的开始理解这一个世界，有可能是从最基本的最简单的一些 concept， 就是一些理念上面，你要重新的去适应，重新的去理解。这个部分对于你来讲会是一个压力很大，然后会让你会觉得是还蛮辛苦还蛮痛苦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蛮清晰的讯息。那我真的是会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再回到你所选择到的这张它会告诉我一个很清晰的讯息，越是在最辛苦的时间点，越是在辛苦的一个状态里面，你越应该考虑的不是你自己本身。因为像我们前面看到的是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就是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着所有的一切，包括说你要去到其他的地方，你身边都是有另外一个人的。如果说是生活伙伴的话，伴侣的话，那就是你身边你的伴侣会陪伴着你。那如果我们前面才讲到的是工作包括说事业的部分的话，你有可能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团队，然后签了一个新的契约，然后你身边围绕着一大群人越是在这种状况之下，这张牌卡会告诉你，如果你想要减轻你的这一种痛苦的感觉，如果说你想要减轻你内心的这一种不安、焦虑、压力的话，你会需要把你的关注力多点放在别人的身上，去照顾别人的感觉和感受。如果你把所有的关注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的话，你会越来越往下沉。类似有点会像是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吧。我希望我有把它解释清楚，因为你的这一副牌卡目前让我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你往内看，往你自己看，就反而是会觉得有一点往下沉的感觉。
我不知道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啊，有没有对应到你？如果说是有对应到的话，我相信一部分的你们目前正在经历着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所有的事情要重新开始适应，很多不习惯的地方，甚至有可能是刚开始的那种感觉到很兴奋的心情，感觉到很期待的心情，也会慢慢的被消退、被磨掉，然后到了最后会变成压力很大的一个状态，会觉得哇，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顺手，做什么事情好像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越是这种状态之下，我的牌卡会告诉我，你越是会需要关注到你身边的人，不是说要分散你的注意力，而是你要看到你身边的人，他们给予你的爱，给予你的支持，给予你的鼓励。如果你只看到自己的话，你只能会看到是我压力有多大，我有多辛苦，我没有办法征途。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因为这张牌卡在这边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无论说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也无论说身边在陪伴你的人是什么，他们都在尽着自己最大的可能性，希望可以为你带来幸福，希望可以为你带来美好。这是一个探险，这是一个冒险，它会是你的人生的一新的旅程。我觉得你的人生的这一个新的旅程，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会需要照顾到别人，就是你会需要先关注到你的周边的状态，你的这个新的旅程才会开启。我们看到这一边我真的是有一种还蛮明确的讯息会告诉我，你现在可能目前是这一个状态，因为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很多的事情你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而且我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我这边直接来讲，我觉得这一种情形或者是说这一个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就是你不知道要如何的调整自己的生活的状态，你也不知道如何的让自己从这个状态里面变得更好，所以你有很多在内心打架的时间段，而且你会给自己立各种各样的 flags， 就是那种我今天睡起来好，今天我要乐观，我要开心，我要快乐，我要笑，就类似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到了最后你都会开始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到，我好像没有办法实现，然后从而让你感觉到更加的辛苦，更加的痛苦，更加的难过，所以你会进入到一个死循环，或者是说进入到一个情绪方面来讲比较负面性一点的循环。我看到了很多的内心的挣扎，很内心的纠结，甚至你会不断的在想，我是不是做错了决定，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做。我们这边会看到的是，你必须要做出调整之后，你内心的一个调整之后，你才可以重新的享受你目前的旅程，目前的人生的方向，或者是说你才能看得到你身边的人给予你的爱，给予你的支持，给予你的支撑。那你要如何的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呢？这张牌卡从给予开始，由给予他人开始，给予自己的幸福开始，给予自己的给予自己目前已经拥有的开始。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说它的讯息是一个很清晰的讯息。当你感觉到你的情绪已经要崩溃了，或者是说当你感觉到你的情绪已经没有办法抑制，没有办法克制下来的时候，你要做的不是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面，不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面，而是要抬头来询问你身边人的感觉，询问你身边人的感受，然后想要看一下，换句话来讲就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解读在你身上正发生的事情。它会给予你一个豁然开朗的一个开放式的状态。因为我会感觉到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你想象的不是事实，就是你想的不是事实，而是在讲说有些事情可能你看到的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或者是说看到的是其中的一个角度，而你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一个事情它真实的样貌，或者是换一个角度，你会开始发现原来这个事情跟我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是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我这边必须要讲我觉得你的人生或者是宇宙现在为你开放的是一个全新的人生的赛道，然后它会是一种只要你有野心，只要你去努力，只要你去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你的目标明确，
你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你可以是一个很独立的人，你是一个很强大的人。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因为我们这么样子来讲，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多数的你们是没有看得到自己的那股冲劲，或者是说自己的那一种义无反顾的坚定一个目标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很多的你们是看不到的。最大的挣扎，或者是说最大的纠结，就是来自于你内心的纠结，还有你内心的挣扎的一个状态。我换句话来说，我觉得你可能会需要一个适应期，就是目前你的生活状态的改变、生活节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所有的一切，你其实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这个适应的过程要看说你怎么样子来看待它。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看到的是你自己，你找不到内心的那股热情，你必须要重新的来找你热情的事情，你感兴趣的事情，这个是重新开始的定义。而这个事情会让你刚开始的很沮丧，因为你没了你的习惯，你没有你熟悉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你不知道你要从哪里开始找，你也不知道说，就是你之前所设的人生的目标，还有人生的方向，现在完全归零，重新开始，新的旅程，新的探索。这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探索，会让你在情绪上面有点超出负荷。然后在短时间之内，会让你觉得要重新的设定目标，你不知道要设定什么目标，你也不知道我接下来要该怎么办。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给予它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来讲，也是说要把你的想法分享出去，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憋在心里面。因为像我们前面也有在提到一个状态，虽然说你身边是有陪伴的人，虽然你身边是有关心你的人，照顾你的人，但是很多事情是由你自己一个人来承担的，是由你一个人来，就是在你心中的这一个压力啊，心中的负荷啊，所有不断的在叠加，都是由你自己一个人在慢慢的承受的。那这一个给予，它其实也是在说给予你的想法，给予你的意见，告诉他们，大家都着急，你知道吗？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样子来帮你，也不知道如何的来向你提供一些资源。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越是困住，越是辛苦，越是觉得失望，越是觉得绝望。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你一方面要去照顾你身边的人的感觉，一方面也要把你的感觉说出来。我这一边这两张牌卡是极好的牌卡，这两边会告诉我的是，你会重新的燃起人生的希望，重新的燃起你的人生的目标的渴望，重新的找到一个属于你的方向。而这一次你的人生的方向，或者是说你的人生想要去达到的目标，跟你在搬家之后跟你的新的地点是契合的，所以它有一点重新的找回你的动力，重新找回你人生的冲劲，还有重新找回你的热情。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讯息。这一张牌卡告诉我们的是，一定要重新的找回那个平衡。这个平衡是来自于哪里呢？你对于他人的照顾，然后他人对于你的付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点。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这个也是代表着说你内心的一个平衡点。我们看到这一边，就是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吧，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内心的这一种低谷啊，又或者是说心里的这一种承担的压力啊，承担的负荷啊，所有的一切，有一点像是自己内心的失去平衡的感觉，或者是说好像是有一种自己所有的一切在瞬间有一种像是瓦解的一个状态。这张牌卡会告诉我们的是你的这个低谷期它会过去，又或者是说你现在完全的这种被压制的、被压抑的、喘不过气来的这一个讯息，就是这种感觉它是会过去。它过去是因为当你开始会为自己传达，重新找到平衡，重新找到自我的那一个瞬间的开始，所有的一切都会开始慢慢的出现起色。因为有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到一些环境，或者是面临到一些发生的事情，
很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内在没有调试好，或者是说自己内在的这个平衡跟外在的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种状态的确就会让自己感觉到十分的痛苦，有一种你想要抓住都没有办法抓住，然后你想要过好你的人生，想要乐观，想要积极，想要有所憧憬都没有办法，因为内在是一个分离的状态。我觉得这一章真的是超级重要的。你要你将会重新的找到自己的掌控权。哇，我真的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啊，我觉得我们不能说很辛苦这个阶段，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辛苦的状态，但是呢，它的确是一个重新学习，或者是说重新的开始找到自己的价值的一个状态。你会有很多纠结的地方，很多像这一种怎么说呢，我这边直接来讲，我感觉到的有点像是钻进牛角尖的感觉，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比方说有一些看待事情的方法，我们不是说你故意的要去钻这一个牛角尖，而是在当下你好像看不到其他的方式，你好像在当下看不到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在当下让你觉得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更好的来表现你自己，你也不知道，就是你会有很多情绪上面很翻滚的一个瞬间，然后会有很多情绪崩溃，然后情绪上面没有办法抚平的状态。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有的时候有一些情形的发生，又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有些事情的发生，它不一定完全的都是有理由和原因的，有可能背后的理由和原因是我们看不到的，而我们当下要如何的去应对它，或者是说在当下如何的找到那一个适合你自己的 solution， 适合你自己的解决的方法和方式，或许是会变得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从牌面上面的确能感觉到的有一些执念，有一些执着，而且我真的发自内心的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请一定要小心自己的情绪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说情绪方面的状况。该分享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拿出来分享，告诉那一些爱惜你的人，珍惜你的人，他们真的是很想要知道。因为我这边会看到的是一个崩溃的人重新的开始把自己组合在一起，就是 put yourself together， 就是把你自己的一些碎片重新的连接回来，然后重新的开始出发，重新的开始体验人生，重新的开始去找到那些让你感兴趣的事情，让自己的人生重新回到自己的轨迹上面。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你或许会需要有一些支持，或许会需要有一些支撑。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归到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你所抽到的这张牌卡，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你，必须要给予才会有回收，你必须要分享，然后你才会有找回自己的平衡。不要，我能感觉到的是，可能某种情况上面来说，你也不太想要成为别人的负担，因为情绪的这个方面，你多数在你过往的人生经历里面都是自己在消化，但是这一次，如果你想要从这个状态里面挣脱出来，你想要成为自己更好的状态的话，想要从这一个低谷里面走出来的话，你一定要学会分享，因为这一个可以分享的这个动作，它是帮助你重新找回平衡，重新找回你的热情，重新找回你对生活的想象。你需要这一个助力来帮助你重新的开启你在新的国家、新的地方的新的生活。这一张真的是一个定心丸，光亮正在朝你走来，
我觉得这组牌卡目前让我感觉到的是有真的很多感触，因为我能看得到你的内心的挣扎，还有你内心的纠结。然后这一个光亮，它其实是有一点像是，与其说这个光亮洒在你的身上，不如开始在讲说你的内在开始变得越来越打开，越来越开放，你愿意收纳的更多，接受的更多，拥抱的更多，那自然你就能感受到的这一个光亮重新的洒到你的身上啊。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讯息。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哈，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接下来哈，你的人生会经历到的是那种瞬间的顿悟，突然之间的，我这边实话实说，我看到的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在你崩溃的当下，情绪崩溃的当下，突然之间的一个光亮，或者是说突然的一个讯息传达到你的脑海里面，从而彻底的让你的人生出现了转变，出现了变化，彻底的让你的人生开始走向不一样的方向。就是那个是一瞬间的光，一瞬间的这种觉醒的状态嘛。好，这个有点像我们牌面上面所提到的一个状态，是你之前所有的一切你都是收在心里面的，当你崩溃的那一瞬间，你突然有一种就是崩溃的那个瞬间，就是你从低谷里面反弹回来的瞬间。因为当你崩溃的当下，你才会更加的知道啊，我要怎么办啊，然后你才会有新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就是在那一瞬间改变了你所有的认知，所有的想法，还有你所有看待事物的一个印象啊，就是这一个改变之后，你开始更加的可以融入到你当下的环境里面，更加的知道如何的来包容他人，让他人也更加的可以来包容你。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你看这一张，哇，天哪，这一张就是我们所说的 gift。OK， 向你身边所有可能的人，向他们寻求帮助，向他们寻求帮忙。你要是有不懂的地方，需要帮忙的地方，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情绪需要宣泄的时候，去找他们帮忙。天哪，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啊，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啊，你就是太多的事情闷在心里面了。你越是闷着哦，你越是难以找回属于你的平衡，你越是难以去适应你的新的环境，或者是说你身边的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我们所有的事情可以内在消化，内在消化没有错，有些事情我们是的确要内在消化，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分享，分享了之后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来了解别人的看法是什么，或者是说别人对于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见解和理解是什么。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我们越是不去分享，越是不说，越是不去给予自己的看法，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的话，我们越是会把自己困死，就进入到一个死循环了，有没有？那所以我们这边要做的是什么？要分享出去，要告诉别人，这样你知道吗？你身边的人都看到你都觉得哇，着急的不得了，特别是大家又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问你有没有问题，你又说没有问题，问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讲，你又说没有什么事情要讲。我们在这一边的话哈，我们就在讲说的是你要开始对你身边的人更加的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分享，不要觉得你会为他们带来 burden， 就是不要觉得说你会为他们带来负担，因为他们希望你可以更快的享受你的生活，他们希望看到你快乐。我牌面上面真的是很清楚，你的幸福等于他们的幸福，他们的幸福也等于你的幸福。这一张啦，哎呦，这一张牌卡在这边，你要把自己打开，你要释放你内在的一个一个的阻碍。哇，我看到这一篇了，我真的是会觉得能阻碍你的只有你自己，能把你自己困住的就只有你自己，能让你失去平衡的也只有你自己。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啊，我相信如果说我牌面上面到目前来讲你都觉得超级对应的话，你就说天哪，这个就是我的话，
那我们看到的这张牌卡，它其实就会告诉你一个太清晰的讯息，就是所有的一切其实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而且我们这边也会感觉到的是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呢新的一些状况，它的确也会让你的内心里面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子开始，或者是说要怎么样子就是接触新的事物。能阻碍你自己的，我觉得这张牌就是真的是太清晰了。能阻碍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本身，能让你和你身处的世界格格不入的只有你自己本身。你需要有些事情需要放开，然后有些事情需要释放，有些事情会有点，我觉得可能会是自己内心的一些障碍嘛，又或者是说自己内心的一种拘谨嘛，就是有一些事情你放不开，你放不开的话就不会给到自己这个机会去接触、去倾听、去了解，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只要你内在打开的那一瞬间，也就是你从谷底开始反弹的那一瞬间。 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2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咨商现在已经全面开放预约了。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我的资讯栏里面看看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3组的朋友。这一张牌卡所告诉我们的一个讯息是，你要看到你自己的价值，你要看到你自己的值得。这张牌卡在这边它其实告诉我了一个很明确的讯息，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啊，你可能没有看到你自己的价值，又或者是你好像有把自己的价值完全的掩盖起来，你会觉得有些事情是你不值的。我们来解释一下是什么样的意思啊？就是有些事情可能看起来很美好的是，当你去想到一个人生的目标，或者是想到一个人生方向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不值得这么好的事情，又或者是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首先你就不允许你自己迎接美好的事件，你就不允许这美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其次，你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就是我们看到这边的话，我觉得他会给到我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比方说你会觉得自己是80分，那所以你会去找的事情，你可能就会找60-70分，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你觉得我是可以跟这个事情匹配的。但其实你知道吗？你自己本身是100分，你应该要找的也是100分的事件。这样的一个 mentality，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这样子的看事情的态度，它并不是一件小事，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基础和基本。因为当你看到你自己是100分，那么你就会允许自己享受更多的美好，你就会找到跟你100分匹配的事情。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状态真的是会变成你自己本身是100分，但是你会去找60-70分的事件，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是80分，类似于有点像是这种状态。所以这张牌卡它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首先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我们是分很多不同的类型的。首先你要知道你自己你对于你自己本身的价值是什么，你要知道自己的好，自己的优势，或者是说知道自己是谁。其次你要知道的是你在整个社会环境里面你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个状态是，你可能对于很多的人来讲是有十分重要的，是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会有很多的人欣赏你，会有很多的人尊重你，会有很多的人看到你的成就。但如果从你自己本身来讲，如果说你没有看到自己的成就，你也没有看到你自己是谁的话，那么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值得。那你身边的人来告诉你说，哇，你很棒，你很厉害，你很值得尊重，可能也会觉得说，好，大家都只是在那边客套而已，大家只是在那边说好话而已，他们不是真的欣赏我，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 mentality， 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张
牌卡在这边它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不断的告诉你，你是值得的。首先你要看到你自己，你要把你最真实的那一面展现出来。因为从牌面上面我们能看到的人是这个人，他戴着一个面具，然后是这一个人，他好像想要假装成另外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会觉得说那个状态更加的有价值，更加的容易被大家所看到。但是这张牌卡在这边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你自己本身才是最有价值的，你自己本身才是受到大家的爱戴的。这个就是你所选择到的牌卡。接下来这一张我们看到的这一张是我会看到的。哇，天哪，我大概会有一种感觉，我觉得首先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真的是辛苦了我会看到的是在近期你的人生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事件。我大概能明白说为什么你会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又或者是说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我牌面上面真的是很明确的讯息。首先我会理解到的是，有一些事件发生在你的身上，真的会让你觉得心是碎掉的。我们这边讲话比较直接一点，有可能是来自于他人的背叛，特别是让你就是本身你所相信的事情，本身它是你人生价值的事情，然后让你有一种突然之间被摧毁的感觉。就是这种牌卡来得十分的突然，来得十分的瞬间，但在那一瞬间它让你彻底的失去了对某一些人事物的信念，或者是说失去了自己对于某些事情的一些坚持或者是自信的这一个部分。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我会看到的是，你目前来讲，我们必须要说，你目前来讲可能还是在这一个情境里面，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如果说你想要体现你的价值，首先你必须要知道你的价值。那我们这边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讯息，它就是在不断的来告诉我，你好像在阻止你自己的转变，然后阻止你自己的变化，阻止你自己的转型。我看到的是一个这么清晰这么明确的一个讯息。为什么会这么样子来讲呢？因为在你的内心里面有一些部分，或者是说有一些状态是你不愿意去触碰的，连你自己都其实不太想要去谈论，然后不太想要拿出来说，然后也不想要让别人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明确的讯息。那它会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你跟你自己都是分隔开的。我能理解的是这一个事件会为你造成十分重要的打击，会让你的内心感受到十分大的伤痛。而且我会看到的是一种信念上面的摧毁。比方说你可能很信任这个人，无论说他做什么样的事情，也无论说他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无论说大家对这个人的评价是什么，你都很信任这个人。因为你就是会觉得他是真诚的，他在你眼中看到的是真诚的，你觉得他对于你的表达是真诚的。总而言之，这一个人可能在你心目中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是一个你很信任的角色。接着有一些突发的事情发生，这个事情是你没有预兆的，突然之间知道了某一个事件，又或者是说突然有些事件发生在你的身上，然后这个人给予你的背叛，给予你的离开，又或者是他做了一些事情，说了一些事情，彻底的摧毁了你的信任。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从那一个瞬间开始，你的世界崩塌了，你的信念崩塌了，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都开始变得不再真实。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当然我们这边所说的是拿人来做比喻 但也有可能是有一些事件，比方说有机会是有一些事件的发生，有一些就是可能你当时生活的一个环境，你认为它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你认为这一个事件它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你认为这一个状态它可能会，就算它是改变，它也是朝着好的那个方向改变。突然这个事情全部毁灭，在一瞬间归零。
然后你的世界开始崩塌，就类似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们所看到的现在跟这个你所选择到的牌卡，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关联性的。为什么会这么样子来讲呢？是因为你开始对自己的判断，对你自己本身产生了质疑，这个是我们转回来了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因为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值得这么好，那很有可能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的定义是有偏差的。我们看到这边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有一些事件它是会发生的，有一些事情它是一定会发生的，无论说你有没有准备好，因为有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但是这一个事件不可以拿来定义我们自己本身。每一个人都会出错，每一个人都会做错决定，每一个人都会在遇到一些在预料之外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神，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去预计每一个事情的发生，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当下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所有的事情它都是很正常的。你不要因为这样子而自责，不要因为这样而自我怀疑，你要给自己学习的机会，你要给自己蜕变的机会，你要给自己一个成长的机会。当你开始成长，你会开始慢慢的增加信心。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些事情是被摧毁了之后，你需要去重新的建立。而且这一张牌卡在这边，我会看到你有很多的情绪，你有很多的一些内心的积压的一些感受，你不会把它表达出来，你也不知道如何的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出来，我觉得你可能内心的负担会是很多，情绪方面的这种积压会是很多。你会害怕是，如果我说出来了之后，别人会怎么看我？如果我说出来了之后，就是你如果要说出来的话，好像又要开始重温一次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又要重新的开始解释一些状况，这个也是你不想要去面对的。所以一部分的你在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里面，可能还是有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是你自己本身都不太想要去碰触的，不太想要去看的，也就是一部分的你从现在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是跟你自己分隔开的。如果是这个状态的话，我们就很难从中学习，我们就很难从中吸收，我们就很难从中找到真正的自我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讲，我觉得你想要自己的人生进入到一种蜕变，又或者是像蝴蝶一样破茧而出的一个状态，但是你现在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卡关，还有担心受怕，而且还有是那一种突发的事件会不会又再一次的袭来，就是总而言之会是一个心情情绪上面都极为复杂的情况，而且不知道接下来的命运齿轮会带你到哪里。这一张好哇，我们看到这一边，我必须要讲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可能你自己都有一种感觉，如果说你现在想要谷底反弹的话，你会需要面对到的，又或者是说你会对于你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点，它是需要你开始重新的审视自己，它需要你做出很大的一些改变。这一张牌卡在这边会让我看到你可能有一些感官，有一些观念，有一些感受是很 fixed， 就是很固定的，然后有点像是定死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定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代表的是说你对于很多的事情你会比较直接一点，在了解的过程之中，或者是在理解在思考的过程之中，而你能感受到的一点是这一个宇宙，你身边的环境，还有你所身处的一个状态，他们在不断的用着他们的方式来告诉你，你要更加的灵活的来理解这个事情，你要推翻你过往的假设，你要推翻你过往对这个事情的理解，然后你要推翻你过往对这一个人的看法，
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一个过程哦，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辛苦的，然后对于你来讲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过程，而且你会感觉到的有一种枯竭的感觉，它有一点像是，比方说你可能之前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件好事，它一定是好事啊，它会为你带来幸运，它会为你带来美好，它会为你带来方向。但你现在就会改变了说，不一定是在讲说这件事情一定会为你带来坏的结果，这个事情它有可能会为你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它有可能会带来好的，有可能会带来糟糕的，有可能会带来灰色的，或者是比较中性的一些回应。总而言之，凡事都有可能，我不要给它定义，我也不要让它定位，我就作为观察者的角色，我就作为观察者的角度，然后对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再做出理解，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这个过程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极为辛苦的过程，又或者是说对于你来说是一个还蛮有挑战性的过程。但是你能发现的是在过往的时间里面，我这边所说的过往时间有可能在过往的3个月的时间里面，经常会有一些突发的事件不断的在挑战着你的认知，不断的在挑战着你对所有事情的理解，它会一次一次的让你有一种摔倒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感觉。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你会觉得很多的事情它不顺利。就比方说以你过往的经历来讲，又或者是以你过往的认知来说，这件事情下一步的进展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人他既然答应我了，那下一个步骤就是这个事情就会开启，就会怎么样，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但是在近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像是过去3个月的时间里面，总是有事情过来把你的认知推翻掉。看起来就是一定稳的事情，不可能不稳，这个事情就不可能有其他的解法，不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就是出事了。然后你会它也有可能就是这一些事件它会造成你资金上面的损失。这个牌卡在这边出现，有点像是发生的状态。比方说你觉得这个事情稳赚，因为你过往的人生经验就告诉你这个事情它稳赚，它就一定会是正向的，一定会给你反馈的。好，你钱投进去了之后，突发事件也不是这个事情的问题而是其他的事情突发事件，然后让这个事情产生了冲击，然后你就赔钱了，类似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所以我必须要讲过去的3个月对于你来讲会是人生的一个还蛮新的体验，蛮新的经验，让你有一种感受，会觉得说原来事情还可以这个样子，原来事情的进展还会是会有突变的这种可能性的。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明确的讯息。当你意识到这一点，当你接受这一点，当你基于这一个现实的状况，或者是说现实有可能产生的可能性，来做出人生新的调整，重新设定你的人生新的方向的时候，你就可以谷底反弹。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你就会逆风翻盘。因为我觉得前面所经历到的一些事件，它就是宇宙想要通过它的方式，或者是你的人生就会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予你很多的提示，给予你很多的提醒，来把这一件一件的事实呈现在你眼前，告诉你其实事情是有很多样性的，然后其实事情是会有突然之间的反复性的，你必须要接受这一点，接下来你才有可能做出人生新的规划，接下来你才有可能做出人生新的进展。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重点，这一张牌卡 Death OK， 那它在这边是什么样的意思？这个是你的重生点。当你经历到所有突发的苦难，一次一次的心碎，你的信念一次一次的被毁灭之后，你的重生就到来了。
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很清晰的讯息。当你的重生到来的时候，你就会拼命，你就可以拼命的往前冲了。而且这张牌卡在这边很有趣哦，这张牌卡看起来是一个很纠结，甚至有就是各种还蛮奇怪、感觉到蛮恐怖的一些扭曲在一起的一个状态。这张牌卡在这边，他会想要告诉你的是，你接下来还是有机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状况，还是有机会去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生的难题，但是你接受了人生的无常性，你知道了人生的无常性，你准备好了人生的无常性，那么这一些所有纠结的事情，它就不会再过来击垮你，它就没有办法过来击垮你了。我们接下来的是这一张，我看到这一张哈，你的人生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你的人生将会出现全新的人生的轨迹，全新的人生的轨道，而这一个是来自于你所做的决定。哇，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啊，你的谷底反弹，就是你会这么说吧，你会感觉到的是，就是你会很清楚的知道的是，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在之前的情境里面呢，你有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还是想要坚持看看，我还是想要尝试看看啊，我还不想要完全的放弃，就是你还在做不断的尝试。我们这边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你要转方向，你之前的那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或者是之前的那条路它根本就不是属于你的。如果说你想要从谷底起来的话，你必须要接受现状。的确会有很多很伤心的事情，的确会有很多很难过的事情，的确会有很多让你心力交瘁的事情，让你觉得很不甘心、很不舍，然后同时间也想不通所以然的事情。这些事情它都会存在，但是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在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会是你会有一个新的，你有可能会选择一条完全全新的路，有可能会是你所学到的新的技能，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端。然后这所有的一切是来自于你本身的决定，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你本身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是你开始想要为自己去谋求新的可能性。这一个会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这边所有的一切，我必须要讲，我觉得你的人生正在开始变得不一样。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知道吗？就是从你自己本身来说，你开始重新的充满活力了。我看到的是这一点，你开始意识到不能再这么继续消沉下去了。换句话来讲，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啊，你开始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重生正在到来，而这一个重生是需要你站起来做出一些行动，它是需要你开始做出一些新的规划、新的计划，然后想要让自己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张它会让我看到的是，有可能你在近期有在想，我要不要去学一个新的技能呢？我要不要去做出一些新的改变呢？它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方面的，比方说你可能最近在想，我要不要穿衣服换一个风格，然后我要不要就是我之前可能一直很想要去学那个技能那我之前没有机会学，那我现在想要学，而且这个事情是我很感兴趣的，我想要以这个事情为生。我觉得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且我觉得最棒的一点是，你的思绪开始没有办法休息。听起来好像很糟糕，对不对？但其实我觉得这边是一件超级好的一个显化。为什么会这么样子来说我从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明确的感觉，它会让我看到的是你的思维开始重新的活跃起来。这一点很棒因为我必须要讲很直接的，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觉得你的思维是属于比较沉静的，比较死的那一种，比较 fix， 我们所说的固定在一个点的。比方说你想要去做这个事情，你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说我有的时候可能要兜一兜圈子，或者是绕一绕弯之类的。对于失去的事情，或者是心里难过的一些状况，你可能就真的是会觉得说难以跨过去。
但是你现在思维开始变得活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你开始会从各种各样的方面去思考一件事情，这一点很棒啊！这一点对于你来讲十分的重要，它会为你重新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开始理解这一个事件。你曾经认为的一定是失去，这个事情还用想吗？它肯定就是失去，然后它肯定就是丢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种很难过、很伤心的一个状态，这个是你曾经的思维。但是现在你可能会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的确，它是一个失去，但是我们长久来看的话，我觉得我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或许是一件好事。这个是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种思维上面的转换，而且这张牌卡对应到的就是重生。当你开始转换你的思维，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做判断的时候，你的重生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你为你自己解脱掉了束缚，然后你为你自己解脱掉了所有的一些枷锁，然后让你开始变得更加的从思维上面的活跃，从而让你的行动上面变得更加的自如。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你会开始彻底脱离你的过往。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什么叫做彻底的脱离你的过往呢？我相信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当你在看到这支占卜的当下，一部分的你们可能对于过往还是有所留恋的，就是还有一种没有办法释怀的感觉。像我们前面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有些突发的事件啊，让你觉得是很心碎啊，或者是有一些事情会让你当下还是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他要说谎，为什么答应好我的事情到了最后没有做到，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我相信一部分的你们已经开始准备好重生了，已经开始学会，或者是已经开始在想说如何的跟你的过去说再见，如何跟你的过去挥别。的确在过往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开心的时间，或者是说开心的一些事件，但是无论说是开心的、难过的、伤心的、怀念的，什么样的事情都好，这所有的一切已经过去了，这所有的一切已经消失了。接下来的是你的全新的目标在哪里？你全新的重心在哪里？你想要你的人生有一个如何全新的开始？你想要把你的目标定在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当你开始去思考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当你开始真正的跟你的过往说再见，看向你未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开始反弹的时候。这一张，天哪，真的是发自于内心的满足哇！我会看到是哇，我真的看到这边十分的恭喜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啊！你们又再一次的找到了自己，哇！因为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它代表的就是喜悦，来自于内心的满足，来自于内心的幸福的感受。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它也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讲说，你是可以重新出发的。我觉得这张牌卡在这一边首先是，如果你现在真身处在谷底的话，或者是说你现在就是有一种感觉，你觉得怎么办？对不对？幸福还有可能再来到来嘛，美满还有可能再来到来嘛。我觉得我们牌卡看到这一边的话，就是想要告诉你的是，光亮光明其实就在你的眼前。或者我们换句话来讲，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你所身处的环境，或者是你所经历到的所有的事情，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的糟糕。而且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光亮在你的前面，你必须要去看到它。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他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不值得，你就找不到这一个火焰，你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一个幸福美满，你就没有办法看到所有的事情，就是所有的美满朝你走过来。因为我会看到的是，你身边会有人给予你支持，给予你帮助，你身边会有伙伴给予你爱，给予你鼓励。他们是不单单只是说站在你这一边的，而是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来支持你。你看这张牌卡很明确的是在山脚下有一个这一种3个钱币的这种状态是什么？是基础，是基点。
也代表了说你的身边的伙伴，你身边的朋友，他们所给予你的支持，所给予你的爱。而且这一章就是你看，权杖为你支撑开了，权杖为你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开始，为你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未来。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很清晰的一个讯息。而且你的身边在这一边，你知道吗？你是富足的。我们这边所说的富足无论说是从物质上面来讲，金钱上面来讲，我觉得你都是拥有的，所以你不需要顾虑这么多，你也不应该让自己的思绪把你自己困住。我们下面的这一组牌卡真的是一个超棒的牌卡，而且我能看到这个就是你未来的一个状态。当你打开，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你必须要经历到重生，你必须要经历到在重生之前的折磨，你必须要经历到所有的事情给予你的这一种内心的沉淀，重新的反思，重新的思考，重新的看待你的人生。你必须要面对自己所做错的决定，过往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你要面对了之后，然后告诉自己，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定义现在的你，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来告诉你你真正的样子，只有你自己知道。人生是一个很长的旅程，中间的每一段都有它的作用，中间的每一段都会为你的人生带来全新的经验，全新的理解，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会引领着你走向属于你的幸福。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到你自己的资源，不要忽略你的身边爱你的人，给予你支持的人，他们真的就是你看三角形很稳固的一个形状，他们给予你了这样子的支持和支撑，加上这一个，我觉得你身边可能会有很多的人不懂你在悲伤什么，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但是我们不是在讲说别人不懂你的悲伤你就不应该悲伤，而是从别人的视角，他们看到的你是美满的你，看到的你是幸福的你，而你看到自己是悲伤的。不是说你看到自己悲伤是不对，而是我们可以尝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再回来看自己，你或许会有新的发现。还是那个重点，不是在讲说你不应该感觉到难过，你不是就是你不应该感觉到悲伤，而是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你目前的生活，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你目前的生活，或许可以帮助你打开一个全新的思路，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角。你看这一招，天哪，我们一抽就是抽到这一张 Happiness， 你值得幸福啊，你值得美好，你值得大笑。天哪，这一张牌卡在这边，我们首先我会感觉到的是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我觉得你可能已经跟自己失联了太长的时间了，你已经很长的时间没有听到自己内心的感觉。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有些事情是你可能不太想要去面对的，因为再提及到它又会再一次的触碰到你的伤口，又会再一次的让你的内心里面有这种难受的感觉。我们看到这一边，我是真的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你只要是看到了你自己的价值，或者这么样子来说，只要是你看到自己是谁，只要是你理解了自己是谁，那么你就真的是无所畏惧，你的幸福就在你的眼前，只要你伸手，你就能触碰到它，你就能抓住它。没有任何的事情比这种状态来得更好，因为你有痛过，你才知道幸福的可贵。你有痛过，当你看到幸福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要如何的抓住它。很多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有的时候会有点像是有的人，因为他没有经历到痛苦，没有经历过失去，所以真的可能不是那么的懂得珍惜，哪怕是在身边的人对他很好，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看到。而你的人生的阅历会告诉你，幸福对于你的定义是什么，幸福对于你来说是有多么的重要。所有的事情叠加起来，我真的是会觉得一切都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好，一切都会变得更好。而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这个是你找到幸福的开始。虽然这么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难以理解，但是你的痛苦带给你的重生就是你幸福的开端。
这一章要学会放松然后要学会温柔的对待自己，要学会好好的睡觉。睡觉的这件事情真的是好像是本能，对不对？但其实有的时候要睡一个好觉，真的是需要要学习，或者是要学习让自己如何放松，你才有机会睡一个好觉。要学会让自己不要在睡觉之前做那么多的事情，然后才能睡一个好觉。这张牌卡在这边它真的是会告诉你，你对自己太严苛了啦，你对自己太……就是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地方是你不放过你自己，是这样吧，对吧？你不愿意放过你自己，你也不想要放过你自己，因为你会觉得我应该做得更好，我应该做得更棒。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很明确的状态是，当你遇到挫折，或者是说当你遇到你可能真的是做错判断，做错决定，做错想法，就是很多的一些事情是你会有一种事后想起来觉得我不应该这么做，我为什么会这么做？然后呢，你就会在这个思绪里面不断的下沉，然后就会在这个思绪里面不断的越来越怀疑自己本身。所以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我真的会想要和你说，人生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然后人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事情的。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定义你自己本身，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定义你自己本身，只有你才可以放过你自己，只有你才可以安慰你自己。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深呼吸，就是让自己有可以喘息的机会，然后让自己可以幸福，让自己可以美好，让自己可以接受幸福的到来。我们接下来这一张哇，天哪，这张真的是拥抱 uncertainty。OK， 拥抱所有的未知，所有的不确定，所有的突发的事件。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这边我会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拥抱一些不确定性，或者是说突发事件，我们才会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在风平浪静的情境下，在风平浪静的状况之下，我们是很难真正的看懂自己，我们很难真正的看明白自己，总是在突发的事件，总是在一些你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反应才能体现出你真正的样子，你的反应才能让你更加的了解你自己。原来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是这样的感觉，原来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一点真的是超级重要的，我们必须先要看懂自己，理解自己，了解自己，我们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幸福形态是什么，幸福状态是什么。而且在突发事件我觉得突发的事件它可能会带给我们的很大的考验，又或者是说突发事件才能让我们真实的样貌表现出来。就哪怕是很温和的人，可能在突发事件上面可能会变得超级的暴躁，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对这个人有重新的理解。把这个状态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们不是说你会变得暴躁，而是说你可能在突发的事件的状态之下，才会真正的了解自己的心意是什么。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3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